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充满情感又现实的话题：1岁的凯凯能不能前往非洲坦桑尼亚和爸爸妈妈小刘和拉欧见面？表面上看，这只是一次家庭团聚，但背后涉及签证、护照、疫苗、法律、经济和抚养权等多个层面，现实远比想象中复杂。今天我们就详细分析凯凯前往坦桑尼亚会遇到哪些困难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主角凯凯。凯凯今年刚满1岁，是一个还不会走路、不太会说话的婴儿。他目前在中国境内生活，由祖父母照顾。凯凯的父母，也就是小刘和拉欧，目前常住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。由于工作或生活原因，他们无法长期回国与孩子团聚，于是便产生了一个想法：能不能让凯凯出国，到非洲和爸爸妈妈团聚？从情感上来说，这完全可以理解。孩子和父母分离，对双方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但是，现实呢？一个1岁的婴儿，真的能顺利踏上这段跨越万里的旅程吗？第一道现实难题：出境所需的证件。对于婴儿来说，出国跟成年人一样，也需要以下2个最基本的文件：护照、目的地国家的签证。依护照办理，在中国，婴儿是可以依法办理护照的，流程跟成人略有不同，但原则一致，需要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到场，提交户口簿、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，到出入境管理局申请。问题是，凯凯的父母目前在坦桑尼亚，能否由祖父母代为办理？理论上可以，但必须要有父母出具的委托书，经过公证甚至领事认证，手续繁琐而严格。好消息是，中国公民前往坦桑尼亚是可以办理电子签证或落地签的，这包括婴儿。但是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建议提前在线申请电子签。申请时需要有效护照、往返机票、父母或监护人的信息、入境目的说明。对婴儿来说，这些由成年人代办没问题，但要注意，没有父母陪同，仅由祖父母带孩子出境，很多国家的边检会高度警惕，甚至不放行。接下来是第2个大障碍：法律上的监护权和出国许可问题。中国民法典明确规定，未成年人由父母依法承担监护责任。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情况下，祖父母即使实际照顾孩子，也不当然拥有法定监护权，除非经过法律程序变更监护人。所以，如果要由爷爷奶奶带凯凯出国，必须获得父母的书面同意或委托。此外，中国边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：未成年人出境需确保没有非法代理风险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有一方父母反对，或者无法确认孩子出国是否安全，边检是有权阻止出境的。而更复杂的是，如果凯凯的父母之间存在婚姻纠纷，或曾经争议过孩子的抚养权问题，那么整个流程将变得更加困难。孩子出境不仅是出行问题，更可能引发法律冲突。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：1岁婴儿的健康与安全。疫苗与防疫。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属于热带地区，存在多种传染病，比如疟疾、黄热病、登革热。很多国家要求入境者，尤其是小孩，必须接种黄热病疫苗，并出示接种证书。但问题是，黄热病疫苗一般推荐在9个月以上才可以接种，且对身体有一定负担。1岁的婴儿虽然可以打，但是否适合，还需医生评估。此外，长途飞行可能对婴儿的免疫系统、睡眠、生理节律造成很大冲击。非洲的基础医疗设施也与中国差距较大，一旦孩子生病，治疗难度和风险都会上升。2. 气候与生活条件。坦桑尼亚地处赤道附近，气候炎热、湿润，与中国北方的气候差别极大。对年幼的孩子来说，高温容易中暑，饮用水不洁易引发腹泻，食品卫生难保障。因此，不建议在孩子没有适应能力之前贸然前往。我们还要面对一个硬核问题：经济成本。带一名婴儿去坦桑尼亚，不仅仅是买张机票那么简单。基本开销包括国际机票，婴儿票虽然便宜，但至少3000到5000元人民币单程；签证费与材料费约600元；疫苗与体检费，黄热病疫苗价格在600到800元左右；生活用品托运费，婴儿奶粉、尿布等需额外行李托运；陪同人员费用，婴儿不能独自出行，至少需一位成年人陪同；潜在支出，医疗保险或国际救援保险必须购买；意外医疗准备金，在坦桑尼亚的生活费与居住成本。
这些加起来，总花费轻松突破2万元人民币以上，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压力不小，尤其是只为了短期探亲。说到底，让凯凯去坦桑尼亚是一个情感驱动的决定。父母在外，孩子在国内，一家3口无法团聚，本身就是对感情的巨大考验。凯凯的成长中缺少父母的陪伴，也会产生情感空缺，这不是任何人能完全替代的。但现实却无情，签证、法律、健康、安全、经济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障碍。作为父母，需要的是权衡，是否能考虑让其中一方先回来与孩子团聚，是否能等孩子再长大一点，更具适应能力，是否能寻求长期稳定的家庭 reunification 策略。感情需要团圆，但安全和责任更重要。总结一下，凯凯如果想前往坦桑尼亚，会遇到以下主要困难：一、护照与签证手续复杂，需父母委托；二、法律监护权不明，存在边检阻止出境的风险；三、健康与防疫压力大，感染风险高；四、婴儿适应能力差，面临气候与文化冲击；五、经济成本高，实际回报不大。我们当然理解家人想要团聚的迫切心情，但更希望这样的决定是在充分了解和准备的前提下做出的。与其冒险出国，不如创造条件让父母早日归来，给凯凯一个健康、稳定、有陪伴的成长环境。